鉴于最近很多同学说我们这个火车轨道应该是帮他们建设一个客运火车站的，前方的铁轨正好可以和我们老城区的火车站去相连接，所以呢，这2个建筑可以先删了它。还有这些废弃的车辆也不要了。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游戏的设定，这个火车站还必须得放在路边。那么我们可以在前方呢，先绘制一条4车道的公路。看一下这个距离好像应该够了。先简单的绘制一下，放在这儿，然后再打开我们火车站的选项。这个是游戏自带的一个火车站，它的大小是这样的，好像有点小。我们再换一下，看有没有稍微大一点的。地面双导站台，我们可以先放置一个双站台的，把它靠近左边一点。这个线路它直接和旁边去连接的话，是吧？这样还可以给我们留有3条备用路线，就有那个偏僻的效果啊。然后我们把这个铁轨呢也帮它连接一下。1、2、3、4，它不是4条线路？是差点忘了。我们通过这个地图自带的一条直线呢，直接去把它连接。这个位置感觉就正好，不多不少，正好10个亿。把它拉直一点，然后通过这儿呢，我们再把这个曲线也连接了。我们只需要把它的水电连接一下，这个火车就自动过来了。甚至还可以一会儿去城区，我们创建一条火车线路。这个电源我们开一个强制啊，从这儿去把它连接。OK， 那么这个火车站就可以正式运营了。再把旁边的这个马路去连接了。这里正好有旁边正好有一个路口。呵呵，想一下啊，这个路口直接这样接过来。通往火车站的专属道路啊，这条道路肯定是不会堵车的，没有多少客流量。如果说有行人他们想过来的话，这个地方它目前有斑马线，我们是可以先不为他们去修天桥的。等后期前方的停车位不够用了以后，我们再把人行天桥给拉过来。不过这个山上的区域建设了这么久了，和我们山下现在始终没有连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城市的火车线路在哪儿。在武地生活城，好像也不知道这么远的距离啊，2条火车能不能通向在一起？这个地方客流量217，允许城际列车。然后呢，我们创建一条线路，让这里变得更热闹一点。创建线路，然后来到山上。这个城市现在发展的版图已经越来越大了。添加车站，我发现它加不上去。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去找一下这条铁路，它最终连向到我们城市的哪里？这条是铁路的出口，然后它在这儿经过一个盘旋以后，有一边线路去往我们城市外部，有一边的线路呢，它直接去往这个方向。我们就根据这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这里是一条断头路，那么再顺着左边去找的话，也是一条断头路。怪不得和我们城市连接不到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断头路呢，让它继续直行，去和我们城区的铁路串联在一起。旁边倒是有一条铁轨，这条铁轨距离我们山上这个海拔高度差别太大呀。但是怎么让这个火车上去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来吧，贴着这个山脉去试一下，比如说先从这儿开一条路口。OK， 然后呢，再把这个路口我们贴地面，我们把它起一个高架的模式。你看啊，这个火车轨道海拔有点太高了。然后呢，我们提前让它起一点点坡道，起到一个平滑的作用。通过这儿呢，需要打几条弯曲。如果让它掏隧道的话，我们检查一下对面啊，好像是可以穿过来的。那么通过这儿呢，强制一个隧道啊，或者我们可以在这儿呢去做一个山谷，中间的节点降下来。这个困难的地方还在前方，我们需要把这条铁轨啊，这个时候必须得架高架了。
OK， 基本上这个高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把它盘旋了一圈高速以后啊，再创建一条线路。现在去实验一下，这个距离不知道够不够。比如说，来吧，我们再来到这个5D生活城啊，然后呢，把刚才的这个线路先取消了，重新创建一条线路，再次的来到山上。我感觉有点悬。哇，这个线路现在终于可以连接了。然后我们添加一个车站。我去，这个火车站已经开始堵车了，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线路给连接一下啊。结束线路，然后呢，来山上去看一眼啊。由于这个山上它现在外部连接只有一个火车站，所以刚才呢发生了堵车的行为。堵车好像也只是一瞬间啊。这些是刚来到我们城市的一些游客，他们想去往很多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呢，他们可能在这儿等待一些出租车的到来。OK， 火车也来了，带走了1位乘客，然后下来这么多乘客。哎，这个地图终于又感受到了堵人的行为呀！这画面为什么感觉有点熟悉啊？上车就走，10元1位。好在有很多不太喜欢坐车的市民，基本上都是一些老人。我需要观察一下我们城区有没有乘客坐火车来到这个位置。客运火车，它不是，它带来129位乘客。OK， 我们城市的客运火车已经来了，然后把游戏先恢复到1倍的速度啊，它带来了0位乘客，这跟我想象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出入。然后呢，又带走了0位乘客。只有从城市外部带过来的乘客会稍微多一点，这些乘客呢，大部分是过来购物的，还有一部分是过来旅行的，